嗨，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2024年到2025年你投资美债券 ETF 可能会面临的5大风险。这5大风险是没有人提及，但是呢，投资人一定会遇到的盲点以及风险。如果你打算在2024年降息之后呢，安心的去赚取债券的价差的话，那这期影片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快速的简介什么是债券。那债券的话呢，它就是一种有价证券，是发行方为了筹集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那购买债券的投资人就是向发行者去提供贷款，而作为交换，发行者必须承诺按特定的利率去支付利息，并且在约定到期的时间呢去归还本金给投资人。那我们常听到的美债就是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那如果是美国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呢，就不叫做美债哦。美国公司所发行的债券都叫做公司债券。那债券要怎么赚钱呢？一般投资人只有2种方式可以用债券来赚钱。第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赚利息。那如果你想要赚稳定而且是固定的利息的话，那你就要直接去购买债券的本身，这样你就可以持有到期归还本金，然后呢赚取这过程当中呢所配发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是去购买债券 ETF 的话呢，它是不会到期的，它也不会归还本金哦。那第二种赚钱的方式呢，就是赚价差。那究竟要怎么样去赚债券的价差呢？首先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债券呢会在到期日之前呢会持续的去支付利息，而债券的利息呢基本在发行日的时候呢就已经确定了。所以呢，我们假设债券在发行当下呢，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5%， 然后债券的发行商表示他们要发行100万的债券，然后呢每年配发6万块钱的利息，那这档债券它的票息率就是 6% 哦。而当未来央行的利率下降到 3% 的时候，此时100万每年配发6万块钱的这一档债券是不是就变得非常有吸引力？这就会诱使非常多的投资人去购买这一档 6% 票面利率的债券，这就会使得这一档债券的价格逐步的上涨。此时一开始买入这一档债券的投资人呢，将债券给卖出，就可以赚到债券的价差咯。那在我拍片的当下呢，现在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预期今年年底的时候呢，美国的基准利率有非常高的机会呢会降息 1%， 会来到 4.25% 到 4.5% 之间。就是因为这个降息的原因，所以造成了大家在2024年年底呢疯抢债券哦。好，那以上2种是我们一般投资人可以做到的买债券的赚钱方法哦。那第一种方法，持有到期领利息拿回本金，是巴菲特和 Kevin 投资成长团队，也就是我自己的团队呢，都一直有在使用的方法。那第二种方法，赚债券的价差的这种操作呢，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操作哦。那接下来我就跟你分析，如果你想在2024年之后呢，赚债券降息所产生的价差的话呢，你会面临的5大投资风险。那第一个风险就是利率预测变化的风险。那这个意思就是指市场对利率预期的变动对当下债券价格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央行的利率呢是非常的难以去预测的。我们直接看联准会在6月份他们的会议纪要，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在2024年6月份的联准会的会议纪要根据具有利率投票权的官员呢，他们对利率政策评估的中位数显示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们预估利率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会来到 4.6%， 但是呢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再次预估呢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利率会来到 5.1% 哦。你有没有发现短短3个月的时间，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预期的变化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异哦。
从降息1%变成降息0.5%。那由此可知呢，任何意外的经济数据或者是政策呢，或者是国际局势，都可能会影响利率的走势。尤其是考量到我们现在的全球的一个市场的状况啊，像是中国呢几乎要步入了经济衰退，而美国大选呢又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举办，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际事件。那我相信呢，对联准会的一个利率呢是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哦。现在市场上预期联准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可能会降息1%，那我认为这个降息的概率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哦。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应对利率预期变化的风险呢？那我这边呢主要有2个方法可以让你去掌握利率的趋势。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联准会它的4大使命。那第一大使命就是控制通膨，所以呢你要去看 Core PCE。那第二大使命呢是促进充分就业，那你就要去看美国的失业率。那第3个的话呢，就是维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那你就要去看 GDP。那第4个的话呢，就是保持金融稳定。你只要了解这一段话，你就更能了解联准会他们会如何去使用他们手中的武器，也就是利率政策哦。那我们要如何知道利率上升的可能性呢？那我们就要去观察美国的通膨，如果通膨开始反弹，甚至呢可能会继续升高的话呢，那联准会就会为了要控制物价的稳定呢，而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哦，也就是升息哦。那现在美国的 Core PCE 呢，在8月30号的最新公布值啊是 2.6%。那如果下次公布出来呢 ，Core PCE 变成了 2.8% 或是变成了 3%， 那升息的概率就会上升咯。那利率维持的可能性又要怎么样去评估呢？只要美国的通膨啊停滞不下，就是一直维持在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个水准，那央行可能就会保持更长时间的高利率，它会借此来观察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它是否将它的影响力呢传达到了实体的经济，借此来抑制通膨哦。那最后一个，要如何去评估利率下降的可能性呢？这时候呢，你就不是去关注通膨了，你应该要密切的去关注美国的失业率以及美国的经济。当美国的失业率大幅的上升的时候呢，美国联准会呢，他们就会开始警惕，因为失业率是经济衰退的前置指标。如果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开始有步入衰退的情况的时候呢，降息的迫切性就会大增哦。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时空，其实在我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有提到，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在8月2号公布出来的数字已经来到了 4.3%， 这个 4.3% 已经超过了联准会官员他们在6月份会议纪要的预期。那时他们预期2024年失业率只会来到 4%， 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有开始失控的一个状况咯。好，那以上几个是利率预测变化的风险。未来你可能会发现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状况，就是明明美国的经济数据是非常的好，失业率也下降了，但是呢，股市跟债市却下跌的一个状况哦。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所讲的，如果你失业率下降了，就代表说，现在经济状况非常的好，那联准会就不急着降息。那联准会不急着降息，就表示呢，它需要维持更高的利率更长一段时间。那高利率呢，又不利股市跟债市的长期发展哦。那这个意思就是指市场对于预期中的经济事件或者是政策变化呢，已经快速反应完毕了，从而在这些事件呢变化或者是实际发生之前呢，就已经在债券的价格上面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呢，在实际降息之前呢，债券的价格早就已经上涨完毕了啦。那有些人会认为说，等待时机都已经确认好了，美国央行真的要开始降息的时候呢，我们再进场就好啦，这样最安全啦。其实呢，有这种想法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此时债市的价格可能已经提前反应完毕了，这可能导致呢，未来降息不如预期的时候呢，价格不增反减哦。那我们直接回顾最近的历史，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在2022年的3月份到2023年的7月份，这是美国基准利率的升息周期。美国基准利率呢，从 0.25% 呢上升到了 5.5%。那你觉得这段时间1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会跟着一直上涨，然后呢价格也一直下跌吗？那事实就是
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在联准会真的开始升息之前就已经开始反应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在2021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只有 1.18%， 到联准会开始降息的2022年的3月份，那时的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已经上升到了 2.15% 咯。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到，在升息之前呢，债券早就已经提前反应了。之后呢，联准会呢开始升息，6个月的时间呢，就从基准利率 0.25% 上升到了 3.25%。而我们也知道，最终基准利率不止 3.25%， 是上升到了 5.5%。但其实呢，就在联准会的基准利率来到 3.25%， 也就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呢，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早就已经将未来会升息的空间呢，已经提前反映到它的殖利率上面咯。之后尽管在2022年的11月份到2023年的7月份，联准会的基准利率一样持续的从 3.25% 上升到了 5.5%， 但是呢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也只是持续的盘整哦。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回顾当中，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市场的价格往往在政策实施之前就已经提前反应完毕了。那我们再补充看后面，你有没有发现到后面美债殖利率又持续的上升，但是呢基准利率明明都没有变一样是 5.5%， 为什么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又持续的上升呢？这时候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已经开始预期未来联准会它还会再升息不会只维持在 5.5%。 而那段时间呢，美国股市也因此大崩盘哦。那个时候美股大盘下跌将近 18% 哦。好，那我们从这些经验当中，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推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像是2024年12月份，现在市场上已经普遍预期联准会会降息到 4.25% 到 4.5%。 而这个利多的消息，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已经反映到了债券的价格上面了。如果后来联准会呢，他们只降息 0.5%， 就是将基准利率降到 4.75% 到 5%， 那你现在买入的债券在那个时候呢，依旧有可能会下跌哦。为什么会下跌？明明联准会有降息没错，联准会是有降息，但是呢，它降息的幅度呢不符合市场预期，而且市场已经将这个消息提前反映到了价格上面，那你不符合市场预期，它当然就要跌回来咯。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表格，在我拍片的当下9月11号降息之前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以及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他们已经从今年的谷底已经上涨超过了 13% 咯。那 Kevin 认为未来肯定会发生一件事情，那就是明明降息的，但是呢债券的价格呢却全部都是下跌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呢一定会有人提出疑问，那时你就可以回他谁考没有啦，那时候呢你就可以细细的跟他说明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内容，或者是你可以分享我的影片给他哦。好，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价格提前反应的风险？我这边有一个方法是肯定可以使用的，这个方法就是直接去购买债券，特别是美国公债。那你只要持有到期，你就可以连本带利全部拿回来哦。记住，我这边所说的是直接去持有单一的债券，而不是持有债券 ETF， 因为债券 ETF 呢，它是不到期也不保本的哦。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呢？那我之前有做一期影片，你只要花$1000，你就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那我将影片连结呢放在上面这边，你可以自己先去观看哦。好，那第三个风险就是经济衰退的风险。那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投资人都会担忧债券的发行方会不会违约他会不会无法支付利息，或者是呢这家公司呢干脆就直接倒闭了，我们连本金都拿不回来。这样子的担忧呢，就会使得大家去开始抛售手中的债券，使得债券的价格开始下跌。那你觉得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跟一般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哪一个在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安心的持有，不担心它会违约呢？那答案当然是美国公债其实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就算那个时候联准会开始降息救市，
能上涨的债券啊，也只有美债哦。而公司债券或者是金融债券，不管它们评分多高，它们的价格都会下跌啊。因为当经济衰退真的到来的时候啊，市场蔓延的恐慌的情绪啊，任何的公司你都觉得它看起来好像就是要倒闭了。我们直接看下面的例子，下面这个例子是2006年6月份到2009年的12月份，那个时候啊，美国的基准利率从原本的 5.25% 下降到了 0.25%。你觉得这段过程当中，公司债券跟美国公债哪一个债券会上涨？答案是美国公债。我们看下面这张图，红线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TLT 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蓝线的部分的话呢是 LQD， 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券 ETF。 他们在降息周期的这段过程当中啊，因为经济衰退到来了，尽管2006年到2009年是属于降息的周期，基准利率也下降了 5%， 但是呢，公司债券的价格啊却是下跌的，只有美国公债的价格会上涨哦。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2008年的次级房贷危机啊，经济大衰退，美国股市下跌了 50%， 台湾的股市则是下跌了 70% 哦。所以衰退到来的时候啊，就算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券 ETF 给你非常高的利息，还是一样没有人要买，大家都会去买美债哦。好啦，如果你害怕经济衰退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就是购买美国公债，而不是购买公司债券。我之前呢在 YT 的社群有进行了一份调查，我有问大家说2024年如果你想要赚债券的价差，但是呢你又害怕经济衰退，你要怎么样去投资呢？那这边呢有 40% 的观众呢表示啊，他们会去投资美国公债 ETF， 可以赚价差又可以避险。那当然也有 20% 的观众表示啊，不管是公司债券还是美国公债，他们全部都要啊。好，那第4个风险就是机会成本以及再投资风险。那机会成本的意思就是相同的一笔钱，你选择投资某一样商品，你就可能会错过投资其他更高收益商品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再投资风险就是当你持有债券到期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想要赚债券的价差，所以你将债券给提早卖出去，而你卖出去之后呢，市场上就没有其他更优异的投资机会。那以上这2种 Kevin 都认为他们是错过其他投资机会。那机会成本以债券来讲，当你将一笔钱呢投入债券当中呢，你会错过其他投资更高商品的投资机会。就像下面这个表格我们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啊，有非常多的投资人都认为联准会今年2023年的时候呢就要降息了。那时候就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呢就开始 all in 到了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或者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结果你知道吗？如果你那个时候啊 all in 了这2档，那你的报酬率从2023年年初到我2024年的9月份，你的总报酬率只有 3% 多哦。如果你加上利息的话呢，可能会再多一点，但是呢应该也不会超过 10%。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段时间你是投资美国的500大企业的 ETF SPY， 你的获利是 40% 以上。那如果你是投资台湾的0050元大台湾50 ETF 的话呢，你的获利啊更是高达了 55% 以上啊。那再投资风险啊，在利率下降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发生在债券身上哦。就像是现在这么高的基准利率的情况之下，1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现在是 4.1%。 如果你现在购买了1年期的美债，然后你拿到了 4.1% 的一个殖利率，结果呢1年后到期了，然后呢市场上的基准利率央行的基准利率呢已经开始调降了可能调降到剩下 1%。 那这时候呢你要再去市场上再去找到这么高殖利率的美债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哦。那如果你是赚债券的价差的投资人也是一样，因为你在降息的时候你就提前卖出了嘛，那这时候呢没有卖出的人可以持续领利息，但是呢你已经没有利息可以拿了，而你拿到这一笔钱之后呢，你想要把它转去投资股市结果股市也涨得更高了，那这时候你手中拿的这一笔钱它就不能持续的再为你赚钱，是不是非常的可惜呢？那要如何去应对再投资或者是机会成本的这个风险呢？那我这边跟你分享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搭配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机会成本是我们投资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事情。那要降低这个风险呢，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全部都要。我全都要。也就是说呢，你不管是股票或者是公司债或者是美债，全部都买。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债市看涨的话呢，你就将你的债券的比例呢给上升，股票的比例给下降。那如果你觉得债市看跌的话呢，你就将债券的比例给减少，股票的比例给上升。记住，千万不要 all in 在单一的市场哦，像是你 all in 在股市，或者是你只 all in 到债市，这样子的话呢，你一定会错过其他的投资机会。而且你藉由分散在不同的资产上面，也可以增加你整体投资组合的安全性哦。那第二个方法是专门给直接投资债券的投资人。如果你投资债券是为了要领固定的利息，那你就会直接去投资债券。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去使用债券的阶梯式策略。这个阶梯式策略就是指你将你的债券的投资呢分配到不同的日期到期。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债券投资部位就不会一次全部到期，你就不用一次面临非常巨大的再投资风险。同时呢，在不同期间到期的债券也可以提供你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呢，有资金可以再次去投资哦。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汇率风险。那汇率风险就是货币兑换率的波动对你的投资回报产生的一个影响。那这个状况啊 99% 会在美国降息的时候呢，影响你的投资报酬率。那我直接举一个例子，现在1美元兑换新台币大概是32块台币。假使呢，我们现在有100万台币呢要去投资美债，那我们就会将100万台币呢换算成美元。那100万呢去除上32，就会等于31250美元。那我们直接将这一笔钱呢直接去购买美国国债，然后这个美国国债呢是1年后到期的。那1年后假设美国央行已经降息了，然后呢你赚到了 10% 债券的一个报酬，就是包含你的价差跟利息。那这时候呢，你的31250美元就会变成34375美元，看起来好像赚了3000多美金。但是这一年期间啊，美元兑换新台币的汇率啊开始贬值，变成1美元只能兑换28块新台币。此时呢，你将你的美国公债的本金加收益呢34375元换算回台币的话呢，只能拿到962500元。也就是说呢，即使你的美国公债在这一年当中你的确是赚了 10%， 但是呢，因为汇率波动导致的损失呢，可能就会抵消你这部分的所有的获利哦。那就算是我们台湾发行的美债券 ETF 也一样会遇到这个状况。那要如何应对汇率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呢？那我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将你的投资周期给拉长。如果你投资美债，你是投资10年期的美债，然后美债的收益率呢是 4% 到 5% 之间，那我投资1年就卖出的话呢，我的确可能会面临蛮大的汇率波动，因为1年内汇率的波动可能会有 10% 这么多。但是呢，如果我将我的投资周期拉长到10年，我直接持有这档10年期的债券到期，那我的投资的总报酬率是不是我现在就看得到了，就是 40% 到 50% 之间嘛。那就算那个时候汇率产生损失有 10% 到 15%， 那在我总报酬率面前，是不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减少非常的多呢？那我这边再跟大家科普，如果你是直接去投资美国的股市的话呢，1年报酬率假设只有 10% 好了，那你投资10年你也可以赚 160%。 那此时汇率亏损个 10%， 在你 160% 面前是不是就更显得非常的小呢？而且如果你长期投资，你也可以选择在汇率高点的时候呢卖出你手中的证券，这样你也不用被迫在汇率低点的时候呢卖出啊。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表格在美国降息周期的时候啊，美元兑换新台币是走弱，但是在升息周期的时候呢，美元兑换新台币就会走强哦。好，那以上就是跟你分享2024年乃至到2025年在美国降息周期你可能会面临的5大投资风险。那投资债券之前呢，你只要好好的评估这5大风险，你就可以投资的更加的安心哦。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你可以将这期影片加到
你的电脑当中的我的最爱当中，你就可以时常的复习这一部影片哦。届时你投资债券成功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我这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分析的数据，像是联准会的一个最新消息，以及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的话，你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哦。那只要 Kevin 有拿到最新的经济数据，或者是我有分析新的表格，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呢寄送电子报给大家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就这样子，市场利率预期变动。哦，这样子讲应该比较顺吧？